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呢，我們要來聊一場橫跨數十年的思想大對決——德勒茲對決斯蒂格勒。這兩位都是哲學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們都試圖去描繪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但問題來了，到底是誰更精準地看穿了我們身處的這個由數據和演算法打造的數位監獄？我們馬上來拆解。在我們深入之前，我想先問你一個很切身的問題：你有沒有一種感覺，就是你的生活好像正被演算法悄悄地控制着？從你下一步會看到的推薦電影，你購物車裡突然冒出來的商品，甚至是交友軟體上滑到的那個人呢？如果你有這種感覺，那就對了，因為這個普遍的感受，就是我們今天這場思想辯論的核心。好，我們直接把兩位主角的概念搬上台面。這場辯論的核心是兩個聽起來很像，但骨子裡完全不同的概念。一邊呢是 Stigler 的超控制社會，他的看法比較悲觀，他覺得自動化正在讓人類的思考能力短路，甚至直接取代掉。而在另一邊是德勒茲更早也更具遠見的控制社會，他早就預言未來的統治力量不再是實體的圍牆，而是看不見、摸不着卻無所不在的數據和代碼。所以，到底哪一個理論更能解釋我們現在的處境？首先，我們來拆解斯蒂格勒的論點。他認為，德勒茲當年講的控制社會，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夠用了。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控制的超級升級版，他把它叫做超控制時代。那這個超控制社會到底是什麼意思？斯蒂格勒的定義是一個透過普遍的自動化來建立控制的社會，而它的最終結果就是對人類判斷力的機械式清算。這句話聽起來很學術，對吧？但說穿了就是科技不再只是幫我們思考的工具，它的運算邏輯正在直接取代我們做出判斷、分辨好壞的能力本身。為了證明他的觀點，斯蒂格勒提出了一個歷史的脈絡，他稱為無產階級化3階段，描繪了科技是怎麼一步一步地剝奪掉人類不同層次的知識。第一階段是19世紀的工業革命，機械的出現剝奪了我們的實作知識，也就是我們親自動手做的能力。第二階段是20世紀的類比媒體時代，電視、廣播這些東西標準化了我們的生活品味，剝奪了我們的生活知識，也就是生活的智慧。再來，最關鍵的第3階段就是現在數位時代，演算法跟大數據正在剝奪我們最核心的理論知識，也就是我們獨立思考、建立觀點的能力。所以，這就是斯蒂格勒超控制理論最讓人感到不安的結論：科技已經不只是工具了，它正在透過演算法直接短路我們思考與建立理論的核心能力。你想想，當我們需要答案的時候，第一反應是什麼？不再是自己深入思考，而是打開 AI 問他答案。這就是斯蒂格勒說的機械式清算。人類最寶貴的知性能力正在被一步步瓦解。好，聽完斯蒂格勒比較灰暗的看法，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全新的理論來解釋這一切嗎？或者我們其實只需要回過頭去看看德勒茲最初的預言？因為很多學者都認為，斯蒂格勒觀察到的所有現象，德勒茲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全都預見到了。那麼，德勒茲的控制社會又是什麼樣子？他描繪的是一個權力不再依賴像是學校、工廠、監獄這種實體圍牆來運作的社會，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流動、更隱形的控制。在這種社會裡，關鍵不再是你人在哪個空間，而是你手上有沒有正確的代碼和密碼來登錄系統獲取資訊。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關於權力形式的質變。你可以想象兩個控制力的量表。過去的紀律社會，控制力道是建立在實體圍牆上的，層級比較低。
但德勒茲洞察到，新的控制社會，它的控制力道是跟金融資本主義綁在一起的。它把我們每一個人都變成一組可以被交易、分析和預測的數據點。你的信用評分、你的網絡足跡，這些看不見的代碼，反而正在定義你看得見的世界裡有多少自由。針對這一點，韓國慶熙大學的李澤光教授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評論。他說 ，Stigler 的批判很神秘，因為德勒茲早就認識到數位科技和金融資本主義之間的連結了。這句話可以說是一針見血，直接點出了核心爭議。Stigler 講的超控制到底是一個全新的現象，還是它根本就只是德勒茲幾十年前預言的那個控制社會，在我們這個時代一種必然的強化版本而已？好了，講了這麼多，聽起來好像很絕望，對吧？如果我們真的被困在這個由代碼和數據打造的無形監獄裡，那該怎麼辦？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德勒茲提出的反擊之道。這是一個極具顛覆性的想法。這個問題非常直接。身處控制社會，我們到底該怎麼辦？難道真的只能砸掉手機、拔掉網路線嗎？德勒茲給出的答案遠比這個有趣，也更有力量。他的答案是去發明失控。對，你沒有聽錯，不是去重新控制，也不是反控制，而是要去創造性的失控。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概念。它不是要我們逃離這個系統，而是要我們在系統的內部玩出它規則之外的花樣。那麼，發明失控的具體方法是什麼？德勒茲給出了一個關鍵字，叫做調變 （modulation）。調變是一種抵抗的戰術。意思就是你要用一種有創意的、出乎意料的，甚至是帶點異端思想的方式去使用科技，為它賦予一個它的發明者當初根本從來沒想過的新目的。接下來這個部分非常關鍵，我們要怎麼在生活中實踐調變？簡單來說，就是去挑戰系統硬塞給你的分類，去創造新的秩序和連結，用一種不正統的方式去使用工具，為科技重新定義目標。這裡有一個很經典的人類學案例，叫做傳貨崇拜。二戰的時候，美軍在太平洋的小島上用飛機運來大量的物資，但戰後就撤離了，飛機也就不再來了。島上的原住民為了讓那個會帶來好東西的鐵鳥再次降臨，就用竹子跟茅草模仿蓋了一條飛機跑道。從我們的角度看，這很荒謬，但從德勒茲的角度來看，這就是調變的完美體現。他們挪用了舊系統留下的符號，去建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全新的意義系統。而這種調變其實正在我們身邊發生。你想一想，那些做迷因的創作者，他們挪用電影畫面，賦予它全新的諷刺意義；或是那些駭客跟開源軟體的工程師，他們拆解既有的程式碼，創造出原作者從沒想過的新功能。這就是現代的調變，在控制我們的工具中，找到創造自由的縫隙。好，講到這裡，我們來做個總結。在這場思想交鋒的最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非常實用的結論：這關乎我們每一個人到底該如何重塑自己跟科技之間的關係。面對這個數位困境，兩位思想家給出的解決方案可以說是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斯蒂格勒的路線圖是向外的，他主張我們要透過創造新的藝術，最終去制定新的法律，從外部來規範科技。但德勒茲的路線圖是向內的，他主張我們要透過有創意的異端式的使用，從內部去顛覆科技本身的遊戲規則。簡單說，一個是外部監管，一個是內部顛覆。所以，德勒茲的思想帶給我們最核心的啟示就是，真正的抵抗從來就不是拒絕或拋棄科技，而是從根本上去改變我們看待它的視角。工具本身沒有好壞，關鍵在於你要怎麼樣去調變它，怎麼樣把一個原本要控制你的工具，轉化成一個被你挪用、被你創造出全新意義的媒介。最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你思考，在你自己的生活中，
有哪一項科技是你可以去調變的？你可以如何用一種它的發明者從沒想過的方式去使用它，去發明屬於你自己的失控，從而在這個無所不在的控制社會中，開闢出一條自己的自由之路。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比較了斯蒂格勒的超控制社會跟德勒茲的控制社會，最終發現德勒茲不只更早預見了我們的困境，更提供了一套主動出擊的反抗劇本，那就是挑變。這不是反科技，而是要我們成為科技的異端使用者，用創造力在系統內部玩出新的可能性。這是一種更積極也更有力量的生存姿態。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創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